你不必如此喊我。蓝忘机微微摇头。那不行，你是前辈，直呼其名多不好。魏无羡认真说道，却见那人脸色微变，你是觉得我连同学都算不上吗？一听他说起同学，魏无羡就回忆起大学时期和蓝忘机接触过的场景，确实是不仅寥寥无几，而且不甚愉快，至少他心里是如此认为的，于是脱口而出道，以前我想和你做朋友，是你不愿意的。气氛霎时凝固了一瞬，魏无羡也意识到了不妥，尴尬之下硬着头皮加了一句，不聊这个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到了餐厅里，魏无羡见蓝忘机径直去了前台，出示了订单后就拉着他到了包间。他不禁疑惑道，蓝战。他还记得刚刚因为称呼的原因，两人尴尬的场面，想着叫名字就叫名字吧，人家都不介意，他介意个什么劲儿？被叫住的人突然转身，他没注意，差点撞在人身上，幸好及时刹住了车。你什么时候定的位置啊？你整理行李的时候。蓝忘机波澜不惊地回答，推开包间的门，对他道，先坐下吧。魏无羡乖乖坐下，盯着眼前人，一直到他也落了座，才问人道，我知道你在公共场合肯定不方便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认出来。可你既然要订包间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万一我不答应怎么办？蓝忘机轻轻摇头，你不是会拒绝好意的人。这下轮到魏无羡在心里发笑了，想不到啊，这个蓝湛居然还挺了解我的。不过马上他又反应过来，蓝湛像是会说出这句话的人吗？不像吧。再联系一下今天片场时的种种，他才恍然这一点都不像他认识的蓝忘机，所以也就笑不出来了。蓝忘机见他收了笑，知道他有话要说了，心里竟生出几分紧张来。蓝湛，我觉得你真的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有何不同？端正坐在对面的人抿了口茶，注视着他。魏无羡也端起茶杯，沉下视线，不自在地低声说道，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？是不是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？这声音极低，好似在自言自语，可房间里毕竟还有另一人的存在，显然也不是。蓝忘机自然是听见了，握着茶杯的手不自觉地变用了力。魏婴，我并非有意。什么有意？魏无羡没听清，又问了他一遍。谁知蓝忘机却微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不过魏无羡看出来他情绪似乎有些低落，只得道，那个蓝湛呐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咱们以后都别提了，行不行？魏无羡也是脑子一热，就把心里想的全给说出来了。不过横竖想来，蓝湛以前怎么样，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，本就与他没什么关系，自己不应该追根究底的。两个人现在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，顺利将工作完成，于他来讲才是最重要的。蓝忘机还是没有开口，魏无羡还想再说些表达歉意的话，服务员却已经端好了菜，推开门。这些菜都是蓝忘机在订桌的时候点好的，魏无羡甚至都不知道这家店的菜品都有什么。不过见一盘比一盘红的菜上桌后，他心里的疑惑又重新燃起了。菜都上好了，快吃饭吧。待到房间门被重新拉上，蓝忘机才拿起筷子，对着面前人道，哦好，不过蓝湛你不是不吃辣吗？素菜就2碟，你能吃饱吗？无事，本就是我请你。听人这么说，魏无羡才安心了一点。那也行，大不了他以后再请回来。以前在学校时，他就知道蓝湛从来都是食不言，所以他也耐着性子，安静地夹着菜。可10分钟过去了，期间还抬头看了那人好几眼，发现蓝湛仍然不动如山。他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试探性开口问他，蓝湛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蓝忘机闻言立即停了筷，才回道，什么问题？真是将食不言的原则贯彻到底了。魏无羡不禁吐槽。他半开玩笑的继续说，你看你刚出道就爆红了，10年不到就拿了影帝，有什么秘诀传授一下呗？我可不想再待家里喝1年西北风了。他能问出这个问题，自然不是对自己的表演不自信，而是他不知自己错在哪。他相信蓝湛和他是同一类人，都不可能接受得了圈内那些肮脏的规则。可两人的事业走向却是2个极端，他想自己一定是什么地方处理的不好，便想向蓝忘机取个经。
可对方好似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并未正面回答他，皱眉反问道：“那这1年里，你为什么没有消息？”魏无羡立刻读懂了他的意思，这是问他，既然不愿意过无所事事的生活，那为何不找戏拍？他无奈的叹气，必然不可能把原因说出来，只自嘲的笑道：“要是能有戏找我，我就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。”魏无羡朝他摆摆手，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说就不说吧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这都听不出来。果真还是个小古板，我没有什么秘诀。”他没想到的是，蓝忘机在下一秒居然还是回答了他，并且神情认真，毫无半点敷衍之意。毕业后，我就去了家里安排的公司，一直工作到现在，你所问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魏无羡被他执着的模样逗得直发笑。行啦，你不要解释了，快吃饭吧。蓝忘机顿了顿，随后又一字一句真诚地说道：“但是魏婴，你一直都做得很好，从大学到现在。”后来，直到两人各自回到房间，魏无羡都还没从那句直白的夸赞中回过神来。从前的他几乎是自信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，他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扬，只是除了蓝湛。他把脸埋进柔软的枕头中，觉得这2天以来所发生的事，未免也太不真实了。分割线果真如蓝忘机所言，第2天两人的工作量就成倍的增长了。魏无羡5点就赶去了片场，强撑着困意才把自己的单人戏份搞定。他从来都是配角，天知道主演会这么累死累活。况且昨晚因为许多原因，他睡得并不好。幸亏导演没有施加太多压力，多来几遍后，才算是比较完美的通过了。单人戏份结束后，接下来就是和一个配角的打戏了。说是打戏，还真就是打戏。这场戏拍的正是主角之一和其他人打架的戏。魏无羡重新梳理了一遍情节和台词。他打架的原因是路见不平，为了救一个叫绵绵的小姑娘，可是却有可能害得自己受处分，所以之后赶来的蓝湛才会制止他。看到这里，他环顾了一圈四周，看见了不远处等待着的那抹身影。他对导演示意，各个机位便准备就绪。有钱了不起呀？你真以为在这个学校没人治得了你吗？一个穿着黑衣，校服系在腰间的少年踢了踢脚下趴着的人。喂，怎么这就爬不起来了？你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喂，无羡，你完了，你敢在学校里打人，我啊！少年脚下传来骨骼碎裂和人惨叫的声音。少年被这人死不悔改的模样再次激怒，正想再次挥拳，却被一个人截住。魏婴，住手！停，先保存着吧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忘机无羡你们过来一下。两人走过去，照着导演的指示看了一遍监视器里的回放。导演指着最后那一幕说道：“我觉得这里，你们看呐，是不是可以微改一下？”